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在場嘉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邱敏寬，寬哥。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川普才喊勝利，就是立刻翻車了。今天會來看到的是伊朗的最新動作，100枚的導彈射穿了以色列之外，還有亞馬遜的雲端金雞母也遇襲起火。納坦雅胡這回是不是也被打怕了？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請來賓也會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我們等一下會來特別看到是在川普今天早上台灣時間發表全國的演講，大喊是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能力。那麼沒有想到呢，他的演講才剛結束，伊朗是立刻是以最大規模的彈道飛彈齊射以色列，這是公開打臉美國川普所說的戰果嗎？第二件事情，今天也會關心，伊朗聯手了包括真主黨、胡塞組織攻擊飛彈基地，還有它的航母亞馬遜雲端設施，戰爭現在是已經變成全面來對抗美國體系了嗎？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美國跟以色列持續的打擊民用的設施，反而是激起了現在可以看到伊朗的內部全民動員起來了。但是在此刻呢，納坦雅胡突然間改口說，伊朗已經不再構成任何的威脅了，這是在為接下來要撤退。難道納坦雅胡是在鋪路嗎？今天會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等一下我們會來持續的關心川普在早上發表的這場演講，他在這當中呢，其實有說到他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能力，但是剛剛提到的嘛，就立刻遭到伊朗的打臉了。我們來看到伊朗具體做了什麼事情呢？一共是發射了大約是10枚的彈道飛彈，是創下開戰以來對以色列的最大規模齊射，瞄準的就是以色列的中部地區。好，在這一場行動正式的已經攻擊之前，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呢，伊朗還祭出了真實承諾4的第89波行動。這一次的行動不是單獨的，他還聯手了包括了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創下開戰以來最密集，同時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報復性的打擊。我們要趕快來看到哪一些地方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好，首先看到的是火力的規模創下史上最大的饱和攻擊，超過了100枚的重型導彈，還有無人機編隊一起，再加上200枚的火箭彈同步齊射，範圍主要涵蓋的就是從以色列的北部到南部的全境地區。打擊的目標現在看起來也是非常的多，有軍事目標，有經濟上的一個很重要的據點，包括了以色列的主要城市特拉維夫在內，美軍基地裡面還包含了巴林，還裡面有80名的美軍的地點也遭到了精準的打擊。再來看到在科威特的一架美軍直升機也被摧毀，阿聯酋美軍指揮中心這邊也遭襲，而且最新傳出一共是37人在這一場攻擊當中死亡。航母呢，林肯號戰鬥群也是遭到無人機威脅，因此只好移開了。再來就是科技戰的部分，位在巴林的亞馬遜雲端設施也遭到了攻擊，所以可以看到一系列伊朗它的攻擊力道還是非常非常強勁的。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將軍了，川普不是才說嗎？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能力，為什麼伊朗是立刻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擊？是打臉川普嗎？另外看到了不只是伊朗的行動，還結合了真主黨跟也門胡塞組織等等一同開火，對於美國跟以色列的傷亡，可以說看起來已經規模越來越大了。伊朗為何现在看起来越戰越強？李將軍怎麼看？其實伊朗不是打臉川普，根本就是看破川普的手腳。我們看到這次這個真實承諾第89波的打擊是非常劇烈，超過100枚的重型導彈，還有攻擊型的無人機發動攻擊。那這些攻擊準備絕對不是在川普講完話之後才開始做攻擊準備，而是在前一天已經做好各種的攻擊準備。這個導彈的彈道啊，或者說相關的數據都已經輸入進去，這個目標也都瞄準好了，只等你川普講完話以後，我就發起攻擊。那我覺得這代表什麼？第一個，這個伊朗早就看破這個川普的手腳，甚至於他都知道你川普要講什麼話。如果說伊朗對川普今天早上的演講會有所期待的話，他不會在昨天甚至之前
就已經準備好這麼龐大的攻擊，這麼大量的攻擊，事實上你要事前這個攻擊準備的時間要一定要很長的時間。那我們看一下川普今天講話到底什麼內容會讓伊朗就看破手腳？我想說不只是這個伊朗看破手腳，連我們都覺得對他這場演講這個沒有任何了無新意，沒有任何期待。他不外就是講這些話。第一句，他就是他打了勝仗了嘛，他的川普贏學，他打了勝仗，摧毀了伊朗所有的这種，包括到軍事設施，包括他的導彈，摧毀他，讓他永遠沒有辦法發展核武另外來講，他還講說是這個也讓伊朗來講新的政權可以更替。那第二個，他就是威脅其他的國家，威脅第一個國家叫做北約他的盟國，你們這個如果說不幫我們沒關係，以後來講我就要退出北約。那如果說你們需要用這個油的話，你們自己去荷姆茲海峽去搶去奪。那如果你們不敢去的話，就來跟我美國買。那第二個，他威脅的就是伊朗嘛，他揚言要如果你伊朗这個不接受他的这種和平協議的條件的話，他要在2到3週之後將伊朗打成一個石器時代。但是我們看到，所以伊朗就依據這些話，他就立刻發起所謂的攻擊。那我認為這個川普會講這些話，可能早在伊朗的研判之中。所以我說，這個伊朗早就看穿川普會發言的內容，早就做好這個這次攻擊的準備。是。那我稱之為這次攻擊，在我們軍事上這叫什麼？你知道嗎？這叫擴張戰果是一場擴張戰果的攻擊行動。之前他已經將美國打得差不多，而川普講這些話很明顯的，他就是準備要脫身了，從這個伊朗戰爭裡面脫身。但是這個伊朗這時候你脫身，就代表說你美國這場仗如果繼續要打，你可能美國已經打不下去。但是伊朗利用你打不下去，你有這個不能說是敗戰吧，最起碼你後繼無力的狀況之下，我擴張戰果。這時候很明顯，我們看到伊朗這時候會發動這麼大一次打擊，很明顯的就是擴張戰果。那川普後續來講，我認為這次很明顯，川普就很難從這個戰爭的這個泥淖裡面能夠脫身。會拖住他不讓他脫身的，我覺得最起碼有3個地區或國家會不讓他脫身。第一個就是伊朗他就繼續打你包括打擊你中東地區美軍的基地，打擊你以色列，讓你美國沒辦法脫身。第二個來講，我覺得會讓川普沒辦法脫身的國家就是以色列。如果說你美國走的話，這納坦雅胡他自己獨自要面對伊朗的導彈，還要面對北邊黎巴嫩真主黨，還有南邊胡塞組織的攻擊。就以色列這個國家來講的話，我覺得它的這種國土縱深有限它很多戰爭資源已經投入這場戰鬥裡面，它的攔截導彈數量也快要庫存見底。那如果說是美國脫身納坦尼亞胡真的會哭暈在廁所裡面，他會不曉得怎麼辦。那第3個我覺得會不讓美國脫身的國家就是波灣這些國家這些國家我們看到昨天等一下我們也會討論到，包括阿聯酋，包括這些國家，他們都說要參戰。其實很明顯，因為我將我國家安全托付在你美國，那你美國這個惹起這場戰爭之後，你不能拍拍屁股搞一個跟爛尾樓一樣的戰爭，你拍拍屁股又走，那以後你叫我們自己獨自怎麼去面對伊朗？我們本來跟伊朗還可以大家和平相處，大家共用波斯灣，大家共同可以通行荷姆茲海峽。那你美國惹了這場禍之後，那以後我們波灣這些油我們怎麼樣通過荷姆茲海峽？所以波灣這些國家也不會讓美國脫身。所以川普現在陷於這個進退失據騎虎難下一個局面。好，這個美國現在看起來在這場戰爭裡面是脫不了身了。那川普只好趕快的自己個人就宣布了勝利。那一方面呢，我們看到伊朗持續的擴大它的戰果。剛剛講了嘛，除了持續的轟炸美國相關的軍事的設施、它的基地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經濟的重要命脈。剛剛特別提到的，包括了亞馬遜雲端設施，它都敢碰這當中也有非常多的人在當中。還有這一場攻擊，剛剛提到了，一共是傳出阿聯酋美軍基地37人死亡。現在看起來這場戰爭美國難以控制了嗎？寬哥怎麼看？來跟各位談過去在老軍武時代的時候，走的是飛機，走的是大炮，走的是坦克。所以過去的話，包括洛克希德馬丁啊、雷神啊、波音啊、萊茵金屬等等的，這個叫做老的軍工股。但沒有想到現在的軍工股呢，成為了 AI 了。發生什麼事呢？我們來看這次的一個戰爭這次的一個戰爭，如果我們去把美國目前所用的一個戰術點線面全部都打開的話，空中的部分的話，它是在用低軌衛星，用的是星鏈的特殊的軍規的光波傳輸系統。然
然後往下走的話就有預警機，然後一層一層的往下走。那這是在推演的過程當中呢，想不到過去在做軍事的一個推演的話，是幾千名的軍事顧問，他們就逐步的沙盤推演，用了幾個月的一個時間，然後去把軍事計劃擬定出來。但這次呢就很剛好，各位有沒有發現為什麼時間點是在2月27號當天呢？原來根據 Palantir 的一個演算啊，那 Palantir 是怎麼演算呢？以色列他們就駭進了德黑蘭他們的公路系統之後，他們整整匯集了10年的資料。他們匯集了10年的資料的過程當中，就把各個車隊，包括了哈米尼，包括所有的軍事的人員等等的，所有的全部都算出來之後，然後摩薩德他收到了一則訊息，這則訊息就是在齋戒月的中間，請各位記得2月的時候剛好是在回教的齋戒月，白天是不准吃飯的，但是公務還是可以做，所以所有的人他們就到哈米尼的家，哈米尼家當中有哈米尼，有他的太太，有他的女兒，有他的女婿，還有他的孫子。然後所有的軍事人員全部都進去之後，想不到美國跟以色列這時候出擊了。出擊完之後，各位你就想，哈米尼當場就死亡，全家也都死亡，40名的軍事將領死亡。所以後面為什麼伊朗會反擊？反擊的過程當中，他們就現在簡單的說，第一件事情先做一個小總結。現在新的軍武時代 ，AI 已經是軍武了。為什麼呢？原來 AI 可以判讀很多事。但中東這件事情來到這地方特別的麻煩。為什麼特別麻煩呢？我們台灣在 AI 當中是台灣 AI 冠天下，可是我們的冠天下是硬體冠天下。AI 它的應用當中就是用這些硬體去衍生出很多的一個軟體，做出所謂的 AI token 之後，它會有很多的應用。那這次應用當中呢，剛好在阿布達比，它有3座Amazon的資料運算中心。目前在以色列輝達有一組研發中心 ，Intel 它還有2座晶圓廠。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發現哦，為什麼後來杜拜跟阿布達比被攻擊完之後，哇，這個出現的問題非常嚴重了。為什麼出現問題非常嚴重呢？現在有幾個問題，我先談2個。第一個，未來的資料中心旁邊要不要放愛國者飛彈？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個，這是因為現場被攻擊完之後，台灣的工程師已經回來了，所以大家有在網絡上聊聊的過程當中，因為台灣去修復的工程師他有說他們就說這個以色列的無人機還真的挺厲害的。為什麼呢？一般的資料中心它是非常堅固的，為什麼很堅固呢？裡面的機台動輒一台是400萬美金，一次的一個陣列各位是幾百台，所以裡面很珍貴。可是很珍貴，因為裡面有很大的電、很大的熱，所以它必須有一部分的管子要延伸出來，幹嘛呢？散熱。所以這些散熱系統呢，他們無人機就是飛過來。各位，他們當場看到用很慢的速度，然後下來，砰的一下就把這些所謂的散熱系統全部打壞了。然後全部打壞了之後呢，第一件事情跟台灣求救，所以我們台灣有4間大廠，瞬間派出了幾十名的工程師就出去了。所以這件事情各位是真是假呢？目前來看是真的。所以就現在來看的話呢，台灣包括了電源的，我們不指名公司散熱的公司趕快去救。那救了之後，他們目前說趕快叫料等等的，大概修復的時間需要到1個月到3個月的時間。可是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標準型的打蛇打7寸。那為什麼呢？無人機如果去攻擊它那個水泥系統的話，打不破。它是穿不破的所以就現在來看的話呢，我們做這一段的小總結什麼叫做這一段的小總結呢？本來美國跟以色列他們在軍事的實力，在科技的一個實力，我們說真的是遠遠超過於伊朗。可是伊朗各位難啃啊，為什麼難啃呢？伊朗的一個國家非常非常大，伊朗的人口9300萬，伊朗它到底有多少的軍武，我們不知道，很多事情是藏在地道當中。但就現在來說的話，決定權控在停戰的決定權控在伊朗的一個手上。就最簡單的，現在美國說陸軍要進去，各位，單水面上那3000多顆的水雷，誰來處理？所以一時半刻，很多人都想說戰爭要結束，戰爭要結束，沒有想到星期4的一個早上，川普的一個演講，真的是給全世界狠狠的又扇了一巴掌所以全世界的金融市場還是亂。所以再跟各位談目前可能停戰的決定在伊朗的手中。好，停戰的決定在伊朗的手中，但是目前最不想停戰的國家是誰？是以色列。所以呢，我們現在來持續看到，那美國跟以色列又持續的在發動攻擊。剛剛講的都是前面伊朗不斷的發動攻擊，但是美國跟以色列最新攻擊的目標已經打到了伊朗它的民用設施裡面去了。當然了，引爆的就是伊朗現在內部全民動員，包括了這個總統，我們看到畫面了，總統跟他的外長現在是也不擔心被攻擊嘛，他們就直接走到人群裡面去強化這種全民抗戰的氛圍，在伊朗已經全部掀起來了。那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他也最新發表言論，他說呢，在對這場伊朗的軍事行動中取得了重大勝利，但是他也坦言，確實啦，以色列
也造成了不小的代價。但是他認為說，伊朗已經不再構成生命威脅了，這個是在為自己找退路嗎？為什麼這麼講？那賴老師又怎麼看？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伊朗的政權的一個結構，跟美國以色列這一次的攻擊有沒有產生這個正負的一個效果。原本美國跟很多國家、很多的所謂的專家都誤判，認為說這一次以色列跟美國的攻擊可能會讓他的反對派起來，就把這個政權推翻了。當時川普也是這麼說嘛，川普也特別說：“哎呀，你們這個要走上街頭，接管你們的權力取代你們的政府組織，就等於是推翻嘛。那我們美國的軍隊馬上就來了所以你們準備迎接王室的到來。”這個當時美國的川普也是這樣做判斷，但是《紐約時報》講了一個很實在的話，說反對伊朗政權、想把伊朗政權推翻的大概就幾百萬人，可是伊朗有9300萬人那你就幾百萬人，等於是8000多萬人，他並沒有要把伊朗的政權推翻，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伊朗的民眾裡面有沒有很多對政府不滿的？很多不然的話不會一口氣就這麼多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只因為手機變貴了物價變高漲了，然後就有很多人走上街頭，對政府不滿，對國家不滿，但是不到要推翻的地步，這個至少有幾千萬人跑不掉。可是問題就在於，當這次美國跟以色列把小學的小孩子殺了，炸了這麼多的民用的設施，炸了這些發電站，炸了這些連續1個多月來的國際上的不正義之戰，也就是沒有經過聯合國同意，沒有經過國際社會，違反一個國際法，去侵犯一個國家主權，然後去殺害孩子、殺害人民的這樣的一種行為，這個伊朗人民已經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換言之，也就是說，只要誰站在美國這邊，誰就是叛國賊。那包括在海外的伊朗人，他們的聲音也沒有了，因為他们如果在支持美國政府去殺自己的人民的話，他們就是背叛伊朗人的叛徒。在國內要求要把政府推翻的，就是跟美國、以色列勾結的叛徒、叛教者。那你想，是不是美國跟以色列的這1個月的軍事行動，剛好幫伊朗的革命衛隊鞏固他們的政權？也幫小哈梅內伊鞏固他們的政權，所以現在還有人幻想說，哎呀，他們要推翻他們的政權，這些人就是完全不了解伊朗，不切實際，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對內塔尼亞胡來說，他這場仗已經打不下去了，他也沒辦法再拉住美國的手了。為什麼？因為他內部的經濟狀況出了很大的問題，他的 GDP 已經退了大概8.75左右，這第一個。第二個，他的財政破口越來越大了。他又追加這個軍事預算100多億美元，但是問題就在於他的財政收支不平衡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嚴重，所以經濟狀況越來越差，財政收支越來越嚴重，打的到現在沒有任何效果，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再加上國際間被孤立，還有就是美國也想撤的情形下，你如果說再拉住川普說你就是給我硬幹到底的話，那坦白說，你觸到白人的那一條底線，那在美國的猶太人，他基本上沒有生存空間。美國的猶太人能夠吃香喝辣的，是因為白人的那個底線不能碰觸。可是當白人要翻臉的時候呢，你猶太人還是要乖，你的底線就在那裡，你可以吃香喝辣，但我要翻臉的時候，你如果再碰我的底線，那就翻臉了。翻臉在美國的猶太人會很慘，所以美國的猶太人自己也清楚知道，他是只有 money， 只有權，只有錢。可是，一旦他沒有軍隊，他沒有武力，一旦白人翻臉的時候，那就是把你抓起來了。那法律可以制定，可以把你抓。所以我個人是認為，以目前來看，內塔尼亞胡也知道他拉不住，也不該拉，也不應該拉，所以他現在要配合川普，就是說您決定，您是老大，您說了算。所以您會發現，他那個內塔尼亞胡現在的講話越來越軟調。越來越改掉，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國際間孤立，所以他就說：美國你老大，你川普你決定，你不打了我就不打，你要打我就繼續打，反正您說了算。所以您會發現內塔尼亞胡在為他自己準備一個下台階。不要忘了，他把他的太太小孩都送到美國去，他也在準備自己以後要跑路吧。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